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逍遙11天被抬走，譚松韻、侯明昊演技翻車，觀眾怒斥輪迴虐戀爛尾，平台連宣發都懶得做。逍遙大結局播出後，社交媒體上一片譁然。紅葉犧牲封印崑崙鏡，秉燭黑化西三大妖等話題刷屏網絡，評論區一半是啥結局啊？白追了的咆哮，一半是永遠無法原諒秉燭殺三大妖的怨念。這部拍攝5個月，後期製作1年半的仙俠劇，竟在開播11天後，因平台突然開啟的超前點播而倉促完結，甚至連主演譚松韻和侯明昊都沒來得及合體宣傳，就被迅速抬走。觀眾的不解與憤怒情有可原。當仙俠劇市場已經陷入三生三世輪迴虐戀的套路化競爭時，逍遙仍選擇了一條最穩妥卻最乏味的道路，結果輸得一敗塗地。大結局中，紅葉為終結人妖紛爭，選擇犧牲自我，將崑崙鏡封印體內。這一本該壯烈的場景，在急促的劇情中沒來得及發酵，就被秉燭的突兀黑化搶了風頭。原本還算討喜的秉燭，後期人設徹底崩塌，為了執念聯手翩翩、吸食窮奇、騰蛇、敖狠三大妖的靈力，觀眾直接炸鍋。之前還刻過他的人設，現在只剩反感。雙引號，更讓觀眾意難平的是結局的尾閉環。紅葉沒有了記憶，一切重新開始，而逍遙卻背負3世記憶，推開那扇門，兩人的糾葛繼續，陷入又一個輪迴循環。這種無限流結局被觀眾吐槽為角色淪為 NPC 重複悲劇。有觀眾犀利評論：這哪是打破宿命，分明是跳進了另一個輪迴陷阱。追了40集，結果告訴我一切回到原點，簡直白看了。雙引號。而劇中玉李泉的設定本可成為亮點，表面是引了能飛升的神泉，實則是妖族千年眼淚的結晶。這種對修仙文明建立在妖族血淚之上的隱喻，本可深化主題，但編劇卻草草收場，讓這一設定淪為背景板。譚松韻在逍遙中一人分飾兩角，既要演繹100年前清冷決絕的寧安公主，又要塑造100年後靈動跳脫的江湖少女逍遙。儘管她對2個角色的語氣、神態做了區分，但35歲的譚松韻演繹青春少女已顯疲態，她的眼神失去了早年演最好的我們時的靈氣，刻意裝嫩的表情讓觀眾渾身不自在，台詞功底更是災難，音色偏厚重，情緒稍激動就破音，打戲動作僵硬笨拙。侯明昊則徹底陷入複製粘貼式表演，他飾演的萬妖之王紅葉，與被封印100年後應有的滄桑感毫無關聯，大部分時間表情木訥，被調侃像 AI， 一旦遇到戲劇衝突就五官亂飛，與他在玉茗茶谷中細膩多層次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更糟糕的是，2位主演之間毫無化學反應，劇中本該甜虐交織的情感互動，卻傳遞出一種陌生的疏離感，觀眾吐槽像姐弟而非情侶。逍遙的問題並非個例，如今的仙俠劇早已陷入男主地位崇高、女主天生煞氣、女配惡毒、男配深情的套路化創作。逍遙更是集大成者，3生3世，前世誤會，今生救贖，這些用爛的套路讓觀眾看開頭就知道結尾。更諷刺的是，仙俠劇原本應有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精神已蕩然無存。逍遙中各族對玉李神權的爭奪，表面是天下蒼生，本質仍是男歡女愛的狗血。相比2005年《仙劍奇俠傳》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叛精神，如今的仙俠劇只剩霸道總裁愛上我的仙俠版低配。有觀眾一針見血，所謂仙俠只剩仙氣飄飄的外衣和戀愛腦的內核。雙引號，逍遙的匆忙收場暴露了平台對內容價值的短視。
該劇在零宣發的情況下悄然上線，開播11天就因平台突然開啟的超前點播而倉促完結。更諷刺的是，劇集數據和口碑當時正呈現上升趨勢，在雲和數據獲得 S 評級，在愛奇藝和優酷雙平台熱度均突破8000。但平台不僅沒有追加宣發投入，反而採取了冷處理，連主演合體宣傳都懶得安排。這種操作背後是平台對流量素食主義的追逐。當一部劇集無法立即爆火，就被判定位不值得投入，迅速拋棄為下一步讓路。然而逍遙的服化道和特效本就問題重重，號稱 S+ 製作，但鯤鵬特效被指廉價如塑料模型，法術光效輕飄飄，毫無力量感。平台的不作為無疑加速了它的口碑崩塌。逍遙的失敗恰恰印證了觀眾的進化，他們早已看膩了為虐而虐的輪迴套路，開始渴望更有深度的內容。例如逍遙中寵物鹿子和妖族乳汁拉修士骨灰的設定，雖然暗黑，卻映射了弱肉強食的殘酷法則，反而引發討論。觀眾並非排斥悲劇，而是拒絕為虐而虐的強行煽情。這種進化在近年仙俠劇口碑分化中尤為明顯，觀眾能接受長相思中小妖與槍玄的權謀糾纏，卻無法忍受仲子中為愛毀天滅地的降智劇情。正如網友所說，我們想看的不是神仙談戀愛，而是他們在天地法則下的掙扎與抉擇。雙引號。當紅葉和逍遙在輪迴中重複相遇，當秉燭為執念吞噬三妖，編劇是否想過，觀眾真正期待的究竟是又一個宿命無解的悲劇，還是一個哪怕不完美但真誠的突破？逍遙的撲街或許早已注定當創作淪為套路，當表演停滯不前，再炫目的特效也掩蓋不了內核的空洞。而下一部仙俠劇會不會繼續重複這樣的命運？2. 譚松韻、侯明昊盡力了，但光速抬走的逍遙還是留下諸多遺憾。40集體量，11天播完。古裝奇幻劇集《逍遙》以一種近乎清庫存的排播速度，昨天匆匆落幕。作為一部匯集了譚松韻、侯明昊、汪铎等實力派青年演員的作品，這種甚至來不及發酵口碑的播出方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行業現象。在2025年古偶劇集普遍高開低走的背景下，逍遙的命運折射出的是當下仙俠劇在創新與套路之間掙扎的縮影。回顧逍遙的開播期，其面臨的輿論環境並不樂觀。對於閱劇無數的仙俠受眾而言，該劇高光片段的短視頻宣發顯得過於老調重彈。大婚之日，譚松韻飾演的寧安公主一箭穿心刺殺侯明昊飾演的夫婿紅葉，這一幕在視覺與情感邏輯上極易讓人聯想到香蜜沉沉燼如霜中緊密刺殺續鳳的經典橋段。這種在經典套路中的同質化開局，一度讓不少觀眾在第一印象上便打了退堂鼓。在如今這個黃金3秒定生死的時代，缺乏新鮮感的開篇無疑是致命的。然而，隨着劇情推進至中後程，不少堅持下來的觀眾驚喜地發現，逍遙並非一部簡單的複製粘貼之作。劇集試圖在陳舊的三生三世框架下，通過引入莫比烏斯環式的時間結構來尋求破局。劇集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時間錯位，故事的開始即是第3世，身為妖王的紅葉帶着第2世的刻骨記憶，而身為凡人的逍遙卻記憶全無。這種全知視角與盲盒視角的對撞，為劇集帶來了強烈的情感張力。讓觀眾意外的是，隨着逍遙擁有了第2世作為人族公主寧安的記憶，後來又在窮奇、傲狠、騰蛇3位萬年大妖的助力下，並最終逆轉時空回到萬年前，開啟第1世。這種層層剝繭、首尾相扣的敘事結構，確實為日漸僵化的仙俠劇本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題思路。遺憾的是，這種充滿野心的敘事架構最終未能得到完美的執行。
劇集後半程邏輯漏洞的頻出，成為了該劇口碑未能逆風翻盤的關鍵。劇中角色的行為動機時常出現斷層，例如張小婉飾演的逍遙智有大力的突然倒戈，顯得突兀生硬；汪鐸飾演的斬妖石秉燭，在經歷了一路人妖均有善惡的觀念洗禮後，其黑化邏輯依然顯得單薄，不僅戰力崩壞般的斬殺3隻萬年大妖並吸收妖心，其歸隱贖罪的結局更像是為了強行收尾而做出的妥協。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譚松韻、侯明昊以及汪鐸等一眾演員在劇中的表現依然可圈可點，尤其是劇中窮奇、傲狠、騰蛇3位大妖的塑造鮮活立體，成為了全劇的意難平。編劇一方面塑造了極具觀眾緣的角色，另一方面卻以一種近乎草率的方式讓他們下線。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是對觀眾情感的一種消耗。逍遙的大結局引發了廣泛爭議，男主紅葉自我封印守護天下，獨留逍遙逆轉時空回到原點。部分觀眾試圖從紅葉細微的表情層次中解讀出帶着記憶重逢的 HE 圓滿結局，但這或許更多是觀眾的一種美好願景。從敘事邏輯來看，所有的時空閉環題材都指向一個殘酷的真理：回到過去往往無法改變既定的結局。如果逍遙真的如觀眾所願，帶着記憶沉溺於過去的幻象中，那麼這種自欺欺人的圓滿，反而是消解了角色應當具備的灑脫與成長。這種為了迎合市場求甜心理而留下的模糊結尾，實際上削弱了悲劇美學本應具有的震撼力。縱觀全劇，逍遙擁有一流的特效水準與全員在線的演技，譚松韻與侯明昊的對手戲也不乏高光時刻。但在2025年，觀眾已經見證了太多製作精良卻鋪得毫無水花的古偶劇。趙麗穎客串歲夢仙君，繁華落盡，終是一夢。譚松韻的少年俠氣，侯明昊的深情眼眸，以及汪鐸那令人唏噓的瘋魔，都隨着這11天的倍速播放消散在風中。這部劇最令人遺憾的，或許不是那個強行圓滿的結局，而是這些優秀的演員在一場邏輯崩壞的劇本裡，依然獻出了誠意。再華麗的特效與再精湛的演技，如果缺乏嚴謹的邏輯閉環與扎實的人物弧光作為支撐，終究只能是一場逍遙的幻夢。展望2026年的待播片單，換乘戀愛仍在繼續，觀眾也期待創作者們能拿出更多的誠意，讓古偶劇不僅有皮香的精美，更有骨香的堅實。